你们好，我是 Erin。我今天想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我推荐的在首尔2种平价的住房方式。那其实一般来首尔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去找那种饭店啊，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种不同的住房方式是在大概台币1000出头上下，大概900到1200这种比较平价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介绍的就是第一种租房方式，就是 Airbnb， 就是我现在身后的这间啦。首先有2张大床。它除了摆得很漂亮之外，还有送这种小盆栽，像是这边啊，会给我们有可以挂衣服的。现在冬天很冷嘛，然后我还蛮意外，是它有给我们干净的毛巾。有住过 Airbnb 的会知道说，其实这就是一种住在别人家的住房方式。所以有时候这种 Airbnb 是不一定会附个人卫生用品，但是这一间刚好有附。这边是它的厨房，这一间就跟我之前在江南住的 Office Style 很像，它就是one room 一间型，厨房跟睡觉的地方就在旁边。因为其实这种地方通常也都会附上该有的餐具，你们看，汤匙啊、珍惜啊。这种剪刀就是拿来剪肉的，或者剪泡菜的，锅碗瓢盆，还有刀子。所以刚刚我朋友就很开心说，我们好像可以在那边煮菜，除了什么调味料那些没有附之外，那我们在超市买就好。但是该有的我们真的都可以直接用。然后旁边还有冰箱，看它里面有什么？是空的。这边打开好像也会有东西。哦，就是我们有3个人，他就什么东西都帮我们准备3个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厕所，也是很干净这样。不过，像这一种 Airbnb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它通常不会给个人的卫浴用品。像刚刚那毛巾有给，其实是看状况，有些会给，有些不会给，我们要自己带。所以牙刷我们一定要自己带。沐浴的话，他们通常会准备这种比较大型的，就是不是那种用过一次就丢掉的那种。这一间浴室我自己看有个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干湿分离，所以等一下洗完澡要上厕所的人可能会觉得湿湿的。所以啊，这种 Airbnb 就是我第一个想要介绍的平价房型。那待会呢，我也会带你们去看第2种我推荐的平价房型。那我现在要跟你们介绍的第2种平价房型是 Guest House。其实说老实话，我还不晓得 Guest House 要怎么翻译耶。那我自己觉得它其实就是介于在 Airbnb 还有在旅馆的中间。整体而言会比 Airbnb 还要再有规划一点，但是又没有像在住饭店一样那种感觉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先从它的设施来看一下好了。那因为我这次来韩国有跟 Create Trip 韩国人才知道的韩国旅行合作了2支影片嘛，然后他们老板也非常好心的收留我，让我住在这里。因为其实我这趟本来就打算住 Guest House， 就是想说介绍平价房型给你们看。那我就以这边当做例子。我是一个人住的，不过他们就很好心的给我蛮大的空间。这一间其实是可以住3人房的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也会附上一些导引，包括密码，还有就是 WiFi 的使用。这边又还不错，又有大型的这种晾衣架。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梳妆台，里面有我东西怎么乱丢？有附上小茶包，像这个就是麦茶，在 Lotte Mart 都可以买得到，还有一些咖啡啊，他们很可爱的杯子。热水壶也有，镜子、吹风机啊，还有一些额外的毛巾，而且这边也有香氛，让整个房间就有一种蛮舒服的感觉。因为我不是有提到说 Guest House 就介于在饭店跟 Airbnb 中间，所以其实它会带有一点人家家里的感觉，没有那么 hotel， 但是在配备上又是有 hotel 该有的都有，像是沐浴乳啊、洗发精啊、洗手乳啊。但是这个的话也跟我上一个住的 Airbnb 一样，它是直接在这边洗澡，没有干湿分离的那一种，就是旁边就是马桶。其实就我所知啊，一般的 guest house 它的那种卫浴是在外面的公共空间，大家一起使用的那一种。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它的没有干湿分离，但是至少我不用在公共空间洗澡，这个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再来 guest house 它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有个公共空间，可以让住在这里的房客交流之类的。那我先带你们去看一下这里的公共空间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走进来。另外啊，这跟我的 Airbnb 一样，他们都有附洗衣机，洗衣粉也在旁边。我们再继续往前看，这边的话就有大家一起用的饮水机，旁边有冰箱。比如说你们去超市买一些需要冷冻的东西的话，就可以先放在这里。那基本上这边的冰箱啊是大家可以一起用的，
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乐天超市买了一些需要冰的东西，像是泡菜啊，或是起司之类的，就可以放在这里的冰箱。不过你们来住的时候要记得，如果你们是放自己的东西，前面一定要写这是有人的，像是润几。那像是这个吐司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，还有饮料、果汁，其他东西不要乱拿。公共空间一览。然后其实这一间 guest house 有附早餐，像是这2种口味的麦片。其实我来韩国出差这么多次，也有住过一些大大小小的饭店，其实真的到有附早餐的地方真的很少。我不是有做一个早餐的影片吗？就是韩国人早餐吃什么，结果不是很多人都不吃吗？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搞不好这是他们为什么饭店没有附早餐的原因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气的早餐选项就是麦片。那刚才冰箱里面有看到牛奶，都是我们可以喝的，就是早上可以过来配麦片啊，自己用这里的烤吐司机可以烤吐司来吃。我觉得像这些小地方啊 ，guest house 跟 hotel 的差别就是 ，hotel 可能是所有的东西都帮你备好，放在你房间里面，我们可以在房间里面就解决所有事情。但是 guest house 会把一些通用的东西放在这种公共空间给大家一起享用，大家可能互相认识啊之类的，这也是有些人为什么喜欢 guest house 的原因。那我2种类型的首尔平价住房差不多介绍到这里。其实根据我以前出差过来首尔住饭店的经验，我大概住那种3、4颗星，大概是要台币3000块左右。但是这2间啊，台币1000出头左右可以住得到。但是你们在订房的时候，如果是早点订或是提早确认旅程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抢到不错的价格。但是房价是浮动的啦，我只能提供一个数字给你们做参考。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住贵松松的地方，又想要稍微体验一下不要那么旅客的感觉，这2种类型的旅馆是你可以考虑住的地方哦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实用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帮我在右下角按个喜欢哦。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分享给你们一些在韩国旅游啊、文化或美食相关的资讯。那如果说你想要在影片之前知道说，Erin 在干嘛，或者是我要去哪里取材的话，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很快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